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活神仙的故事吧。而就在前几天，家里来了一个江湖朋友，而我的朋友大多是不走寻常路的，有点古里古怪的。这个朋友就是古里古怪的，他是天津人，出身于金门八大家，家族拥有国外银行股份的那种。民国时期的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超级城市，基辅手艺官商云集，中国第一台电梯就装在了天津。在天津也一直流传着金门八大家的说法。天津未有富家，故衣街上好繁华，才是大。数遍家，东韩西木也属他。镇德皇、义德王、义兆林家常元阳、高台街、华家门、冰窑胡同李善人。我这个朋友就出自金门八大家的义兆林张家。所谓金门八大家，其实一大半都是做盐务的，只有他们张家又做盐务，又做钱庄。他们家这一支，同治年间就专门做钱庄生意。后来麦加利银行在天津设分行，有洋账房、华账房，他们家就参与了华账房。后来去了海外，改革开放后才回来。按说他们这种家族出身应该喜欢金融资本这种，可是他偏偏不喜欢，从小就喜欢神仙鬼怪，长大后就开始到处寻访高人，终南山也去了，昆仑山也去了，各地的道观去了300多，各地传说中的洞天福地，只要听说哪里有高人，总要一一寻访过去，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了。我和他认识好多年了，他一直要带我去见见各种高人，我总懒得去。他这次来是因为要去拜访一个高人，问问我有没有要咨询的问题。我见过太多高人了，后台成天有高人要找我秉烛夜谈，谈玄论道，还有人要给我展示展示他的神通，还有人想要和我合伙做算命生意的。总之五花八门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有，所以我一听见高人2个字，就忍不住头疼。不过我想想，他总算也是个有见识的，不至于3言2语就被人骗了，所以我就让他过来，大家喝喝茶，聊聊天，谈谈他说的那个高人到底有多高吧。这个朋友就讲了这个道长的故事，很神秘的故事。他说这个道长啊，从小就敬佛亲道，每次看到道观、寺院都要跑过去，最喜欢和佛像、神像说话。看到破败的寺院、道观就难过，甚至会流泪。这个人聪明绝顶，很轻松就考上了顶级学府，毕业后分配到省厅办公室，后来给当时的一把手做秘书，就是传说中的2号首长，可以说官运亨通，前程似锦。不过他很讨厌官场迎来送往的那套，后来索性辞职了，于是便在家里读书，读来读去，越读越闷，就到处散心。走着走着，到了一处废墟处，他突然很难过，不可抑制的难过。后来甚至跪在地上嚎啕大哭。他觉得很奇怪，就找了当地的老人寻访。老人说这里从前是一座道观，后来文革时被焚毁了，就剩下一座废墟了。他心想，原来就是这里了。然后他就回去跟家人说自己要出家了，做这事很惭愧，对不起父母。然后给父母砰砰砰磕了几个头，就在废墟处搭了个庵子，在这边住下了。然后开始清理废墟，打算把这座道观重新修建起来。他每天自己和泥、担土、烧砖、修庙，一个人什么都干，不会就去找别人请教。他本身聪明绝顶，又虔诚恭敬，别人也愿意帮他。即便是这样，
他也花了7年时间才建好了第1间房子。修好这间房子后，他就开始修行。他修行的是内丹，开始研究坐忘。坐忘须止境，坐忘身达到无所不忘的虚无状态，需要静信、断缘、收心、检视、真观、泰定6个步骤，最后才能得到。他试了试，静信可以，但是断缘不行。他老思念自己的老母亲，缘断不了，断不了，他就拼命干活，想驱赶心里的缘。但是身体越劳累，心里就越清晰，总归是忘不了。他就去请教高人，高人告诉他各有各的缘法，他没办法教他，而且自己是佛教的，但殊途同归，想要坐忘可以试试佛教的止语，就是俗称的闭口禅。先静心，心静了就都好了。于是他就开始修闭口禅。闭口禅嘛，顾名思义就是不说话。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，他就拿一张纸在上面写上要说的话。这个闭口禅他一修就是3年。是的，他整整3年没有开口说一句话。3年后，他终于断缘，紧接着收心、检视、真观，进入泰定境。但是如何得到呢？他又不明白了。他苦思冥想，怎么也想不明白。这时他就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一个白胡子老头说：“你这个愚钝小子，自己窝在这个山沟沟里，怎么能得到？要下山去，要去感悟红尘，要去修庙见观，这些全都修好了，你就得到了。”他想了想，也对，他要下山赚钱，只有赚很多钱才能修好道观嘛。那么他如何赚钱呢？他想了想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给人看风水，用道术给别人治病这种。于是他就开始给人看风水，还有治病。我这个张姓朋友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他的。我这个张姓朋友当时虽然喜欢寻访各地高人，但是当时毕竟年轻嘛，更喜欢流连花丛、夜夜笙歌这种。当时大半夜的，他开着跑车从夜场出来，天降大雨，他就在路边停下车，想着等雨停了再走。这时他就发现路边的电话亭里有一个道士，真有一个道士。那个道士腰板挺直，坐在电话亭里打坐。他当时觉得有点怪，这道长怎么个情况？莫非要超度这个电话亭不成？还是要占了电话亭做道观？不过当时雨也停了，身边的女伴不停催他，他也就一踩油门开走了。结果第2天早晨，他又在小区里看到了这个道长，他在给一个老板看风水。他很好奇，就问这个道长：“昨晚为什么在电话亭里呢？”道长就说自己约好给别人看风水，结果自己记错日子了，早来了1天，又不好意思打扰别人，所以就在电话亭里坐了1晚上。他很惊讶呀，就问他：“你早来就提前1天给他看风水吗？或者跟他说，让他给你安排个酒店住下吧？”道长摇摇头，约好的日期自己记错了时间，怎么能麻烦别人呢？他很无语，就说：“那你也可以自己找个小旅馆住下嘛，也没多少钱的。”道长还是摇摇头说：“那怎么可以？这是修庙的钱，我1分钱都不能乱花的。”他当时就觉得这个道长有点意思。不过这种貌似忠厚，其实一肚子花花肠子的出家人，他也见得多了。道士也没有真信，而且他觉得这个道长有点烦，因为道长劝他说不要流连花丛了，有机会可以去他那个道观坐坐。后来他真相信这个道长，是因为另外一件事情。
几年后，他再一次吃饭，听说了一件事情，有个顶级互联网大佬10年前就得了肝癌，但是找了一个老道长续命，竟然10几年都没事，而且没人知道。他就很好奇，当然要问是谁。那人说了半天，是在荒山里的一个道观，古里古怪的一个老道长。他当时已经对玄学很上心了，于是找了个时间去找了过去，发现深山里还真有一座大庙，修得很不错，也就剩下一处大殿没修好了。他很好奇，就进去看看。道观里没什么人，就一个老人在那扫地。他就问老人：“老人家，你们当家师傅在不在？”那个老人回头看看他，就说：“你终于愿意来我的道观坐一坐了。”他一惊，竟然是几年前在电话亭里避雨的道长。道观连个石头凳子都没有，两个人就席地而坐，随便聊了聊，也没说什么。这时老道长就叹了一口气，他就问老道长叹什么气，老道长就指了指大门，说：“有不速之客到了。”说完后没多久，就有人敲门。老道长没开门，就淡淡的说：“我早就说过，缘分尽了，不必再见了。”对方就说知道自己大限之日要到了，只是想给后人问一句话，如何能保住家业？老道长就说，一家之中只能有一个主事的人。那人连声道谢，道长说：“你就是这个月了。”走的时候没有痛苦，也是风光大葬。我那个朋友，他对这个老道长还是半信半疑，想着该不会是安排好的吧？是不是想故意诈我的？于是就说：“我看看是谁。”然后打开大门看了看，却发现站在门外的是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，还不是大陆的人物，是一个香港商界的领袖级人物。这个大人物被人搀着，恭恭敬敬对着道观鞠了3躬，才慢慢走了。我那个朋友才真正相信了，开始问老道长如何修行。老道长就摆摆手说：“修行是最简单的事情，就坐下来念经就行了。”他就问：“那要怎么做呢？是盘腿坐，还是端正坐，还是怎么做？”老道长就笑说：“正着坐，斜着坐，颠倒着坐都可以，只要是念经就行了。”他就开始念经，念着念着就睡着了。老道长也不管他，他就问老道长：“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修行法门啊？感觉念经不适合我。”老道长说：“倒是有几句话。”他说：“那你快说呀。”老道长说：“饥了就吃，渴了就喝，困了就睡。”他问：“然后呢？”老道长说：“然后就成了吗？”他大失所望，想着什么修行高人啊，这分明就是个傻瓜嘛。这时候就有人牵着一头牛进来了，这牛脖子上吊着一个大气球一样的东西，离近看看，原来是一个大瘤子。那人就说：“老师傅啊，麻烦救救这头牛吧。”城里的兽医说：“这是血管瘤，就不活了。”老道长说：“我看看。”他摸了摸牛头，用手抚摸了一下瘤子根部，顺手捡了一根薄如刀片的竹叶，刷一下过去，就把瘤子连根给切掉了，啪嗒一下掉在地上。更神秘的是，这牛头不疼也不痒，晃了晃脑袋，似乎有些惊讶脖子上的重物怎么没了，然后在那人的千恩万谢里跟着走了。我这个朋友想，看来这个糟老头子还是有点功夫的，我且再忍他一忍吧。他又待了几天，还是一样念经、吃饭，无聊死了。结果很快庙里又来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明显是个秘书，是过来拜见道长的。秘书怕道长不清楚他的身份，也把名片
给他发了一份。他一看，呵，这个人的身份可是大大的有名，这是国内商界的一个巨头，虽然比不上那个香港人，当时也是赫赫有名了。那个女秘书恭恭敬敬地说，他们某总想亲自来拜见老神仙，想看看老神仙什么时候方便。没想到道长头都不抬，说了一句不让他来，脏了我的庙门。这句话就太侮辱了。他以为道长不知道这个人，就赶紧给道长使眼色。但是道长挥挥手，就让女秘书回去了。他就很惊讶，问老道长：“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呀？”他只要一句话：“别说你这个庙还剩一个大殿，你就是在想修10座庙，他也是分分钟给你修好啊。”老道长就摇头说：“不行的，这个人太脏了，搞了几个小老婆，生了孩子不养，还害死过人。”他就叹气说：“你连一头牛都救，这么有钱一个大佬都不救。”老道长说：“这头牛以前给我担过土，修过庙，我当然要救的。”他就叹息，想着这老东西冥顽不灵啊，没法搞。后来他就回去了。以后10几年来，断断续续也去庙里住过一段时间。修行是修不成的，不过也觉得那地方不错，可以静心。他后来每年去住一段时间，和老道长聊聊天，也挺好的。他后来才知道，老道长在某个极高端的圈子特别受尊重，经常有一些了不得的大人物去问道。老道长都是一视同仁，有些回复，有些不回复。回复也就淡淡说几句。他怀疑这个老道长已经修出了金丹了，就是看人一眼就知道这人的来历想法，而且可以预知未来，判断生死，非常厉害。他问了几次，老道长都避而不谈。只是前几天突然给他打了个电话，说他那座庙终于要修好了，现在就差最后几片屋檐了。等屋檐修好，他也要饮食不出了，一指辟谷或羽化。所以这个朋友专门从天津赶紧来，也是要赶在他离开前见他最后一面。然后他问我有什么鸟问题，就赶紧问，再不问就再也没机会了。我赶紧问他，那我能不能当面问他呀？我那个朋友撇撇嘴说，估计不成，他这些年什么人都不见了，说不愿意见俗人，怕脏了他的庙门。我说，屁的脏了庙门啊，你这个货都进得去，这庙早脏了。说归说，我还是请他带我向老道长问了3个问题。我朋友后来说，老道长听了这3个问题，说了一句，你这个朋友倒是有点意思。然后他一一回复了。回复后，他又让我那个朋友问问我，有没有关于我个人的事情要问。我拒绝了，说自己从不算命，也不信命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不问鬼神问苍生。我朋友说，那个老道长听说后，倒是吟了一首诗，然后转身离开了，第2天也没出现。我那个朋友在道观等了1周，道长都没有回来，估计缘分尽了，他以后也不会回来了。他回去后专门查了查，老道长最后念了这么4句诗：吾家本住在天齐，零落白云所石梯，剑术已成军把去，有蛟龙处斩蛟龙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更多精彩故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